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闲话的塔罗时间。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鼓励和建议，这让我制作影片会更有动力，也希望我的影片能帮助大家。那我们现在呢，要来介绍这次的题目。对于这工作，我该继续或是离开？天使给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没有时间限制，何时观赏影片都能测试。在人生的道路上，常会遇到分岔路，应该继续往前走，或是离开，改选其他道路前行，尝试人生中很艰难的课题。因为人总是怕悔恨，希望上天能给予指引，这就是今天这部影片的目的哦。那这次影片是针对工作的部分，下一集将介绍感情的部分。好，那废话不多说，现在请大家在心中静静冥想问题，选择你喜欢的内容观赏。这里有第一组7号和谐牌，第二组的1号高我意识牌，第三组17号成长牌，共3个选项，搭配3只可爱的幸福猫咪。这3个幸福猫咪的摆饰身上都写着幸福快点来的意思，是能招来幸福的猫咪哦。现在请你直觉选择，挑自己最喜欢的选项，或者是最喜欢的猫咪摆饰。那另外，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是大众占卜，并非完全符合每一个人的状况。如果你觉得影片内容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情形，请你重新选择，不要强行套入自己的情况哦。在解牌之前，先说一下本次所使用的卡片。第一个是澳洲蓝天使公司 Blue Angel 公司天使神谕卡 Oracle of the Angels。第二是美国游戏公司 US Games 公司中华塔罗牌 The Chinese Tarot。第三，意大利圣甲虫公司之白猫牌塔罗牌迷你版。第四是商周公司翻译出版之神奇奥义猫塔罗 Minisco Cast Tarot。第五是生命潜能公司翻译出品之大天使神谕占卜卡第5版。第6呢，之后会有浪漫天使指引卡会在下一集推出。那喜欢这些卡片的人呢，可以自行上网查询哦。嗨，第一组的朋友，你的指引卡抽到第7号和谐牌。在解牌前，先来看这张神谕卡。一个女生很平静的在大自然中静坐，你看她从心轮处发光。之前有看我的影片，或是有研究脉轮的人，可以知道心轮是位在人的胸部之间，掌管着情感、爱和幸福感的部位。它心轮的光往外面形成了一道防护墙，保护着它。这组朋友，平常的你啊，不管你外在环境的变化如何，只要让你待在你觉得舒适的地方，就算生活再忙再累，好好的休息、静坐、冥想之后，你也能轻轻松松面对那些杂七杂八的工作和生活琐事。就算有人在背后讲你的八卦，或是你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在安全的地方，等你发泄完情绪之后，也不会一直放在心上。那除了你的工作能力很好， EQ 也很高，而且你对自己很有自信，遇到一些小挫折也不容易被打败。只要让你回到自己的窝，好好的休息充电，你就会满血复活。但是啊，你是一个保守派的人，不喜欢尝试太多新奇的事物，这样反而让你觉得不安。平常也不爱去找很多新奇的玩乐。如果下班后能待在家中，就像小蜗牛一样，躲在自己的壳里面，这样才有安全感。另外啊，是希望你能多去探索你的心灵世界，每天花一点时间去想一些让你更幸福的人事物。
在你的安全范围内，你可以去外面探索一下这世界，这会让你每天去拓展你的视野哦。那以上是说平常的你，但是你现在既然会来看我这个主题的影片，除了只是觉得有趣的人会来看看热闹，大部分看这个影片的人都是心中有着困惑已久的问题，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如何解决，希望寻求上天指引的人。那现在我们来看塔罗牌，会先来看现在的工作情况如何，看完之后再来看如果你继续目前的工作，或者是在原本的公司部门，未来3个月内的情形会如何？再来是你如果离开了目前的工作公司部门，那未来3个月内的情形会如何？在解释牌卡之前呢，我要介绍一下这组塔罗牌，它是走古代的水墨画风格，牌卡里面呢都有写的中文字，有时候它会有一些神明或者是历史故事的图，画风非常生动有趣哦。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购买。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你现在的工作情况。那抽到的是哪些牌呢？你抽到的是权杖5的逆位，还有权杖9的正位，还有宝剑10的逆位。这组朋友啊，因为你平常都是怡然自得，也大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不太管外界的人事物。其实你的工作中已经渐渐充满着竞争对手了，而且你的对手都很强哦。那以下我们来分情况讲解。如果你是自己创业的，和你类似性质的公司、店家、摊贩，他们都是很有竞争力的。而且有的人他为了要取胜，也会用一些比较糟糕、暴力的手段，让你充满着压力。这种恶性竞争目前是陷入焦灼的状态，如果弄不好，不只会赔钱，还会产生更多后续的问题。如果你是求职的人，你和那些一起应征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有些竞争者会走后门，靠关系。如果你输给他们，因此没有录取，请你也不要太气馁。毕竟那种靠关系收员工的公司，主管大都不太公平。就算你勉强进去也会被那些不公不义的制度或者是主管去强迫做一些不喜欢又麻烦的工作。那另外，如果你是在公部门或者是私人企业的上班族，你会发现有些同事会私下搞些小动作，甚至造谣陷害别人，还有危及到你的，会惹得你很生气。那再来我们看下一章，不管你是创业或者是求职或是上班族，在这里要提醒你一下，要小心那些小人哦。小人会比你原先知道的还要再多一些，有些是你知道的，但是有些人是后来出现，或者是一直隐藏在背后的，你平常不容易察觉。但是要怕小人来作乱，平常就要提防他们，不要留下画饼或者是把柄在人家的手上。也就是说，你自己要行得正坐得正，就不会怕别人去使出奥博来害你自己哦。好，那再看这一张宝剑10的逆位。但是这组朋友呢，很多人会因为那些小人让自己面临工作方面的失败。即使你还没有心理准备，那些不好的结果还是会来哦，打击你的信心。那如果你是创业的人，收入不太稳定，推出的新活动也没有预想的成功，做业务的人呢，会面临业绩往下掉的窘境，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如果是求职的人，喜欢的工作被抢了，那你为了要赚钱，只好留在原本的公司，或者是退而求其次去找比较不喜欢的公司上班，或者是就这样待业中。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会遇到不好的同事或者是主管，在后面嚼舌根说你坏话，或是批评你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去冤枉你，企图拉低别人对你的评价。
不管你是上述哪一种情况，现在的公司或工作环境都让你非常心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言语都针对你，搞得你自己都快要怀疑人生了？那我们就接着来看说，如果你选择继续留下，那3个月内的情况是如何呢？你抽到的是宝剑国王的逆位、宝剑6的正位，还有世界牌的逆位。那这组朋友呢，你抽到这张宝剑国王逆位呢，我们要分不同的情况来说，就如同你的指引牌，你是比较相信自己的人，不太管外面的世界。如果你本身是创业者，是自媒体的人，或是当老板的人，还想要继续经营目前的事业，你本身是很聪明的，也很多点子没错，但是人毕竟不全才，总是会有不懂的地方，要听听下属或者是其他专家、亲戚朋友的意见，他们可以让你的事业更好。不过你不要太过独裁哦。如果你是要转职的人，找工作的人，还想要朝目前设定的工作类型、公司规模、收入等方面去考虑的话，你稍微要想一下自己有什么要修正的部分，例如薪资待遇、福利等等，比较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但你要听听别人给你的意见，不管是面试官、亲戚朋友都行，不要只是在乎自己想的，要想一下那个公司需要什么样的员工，自己如果是那家公司的主管，找的员工对象是否与自己的条件符合，还有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在原公司辞职，或者是你本身没有要转职，就只是单纯的上班族，你的上司或主管讲话不太好听，常常会伤害到别人，而且很独裁，不听别人解释和其他人的意见。那接下来下一章，不管你是老板、求职或者是上班族，其实牌卡都建议你考虑一下，要远离现在的创业方案，或者是要想一下新的经营项目或销售方式，出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和你类似的商店都在做些什么。如果你是要求职的人，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去短暂旅行，或者去国外的公司工作也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你千万不要看到那种莫名的高薪工作或者是高薪报酬的职位就答应了，要衡量一下自己的条件。当你在本国是否能找到一样的待遇？如果没有，不是到国外就职，他薪水就能3级跳哦。如果你本身是个公司职员，你最近也可以请假去休息一下，随着疫情渐渐趋缓，就去出国度假一下，或者是去外地旅游，让自己身心放松，或是你去申请调动单位、更换部门，让自己远离目前周遭的小人，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下一张世界牌的逆位，这组朋友呢，不管你是老板、求职者或者是上班族，很容易安于现况。你本身就是容易自我满足的人，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那如果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太过糟糕，让你产生危机感，虽然目前的情况暂时是不会让你更惨，但是你可以去参考之后抽到的牌，再来决定是否你要离开目前的环境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如果继续留在目前的环境，大天使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好，你总共抽到了4张牌。那碍于版面呢，我先放这2张。第一张是教育学，大天使萨尔基要告诉你的是，保持开放的心，学习新的观点，然后将这些观点教导给其他的人。
大天使希望你不管在旧或新的环境，也不管你是什么职务身份，都希望你保持开放的胸怀，不要总是躲在自己已知的世界。你要去外面的新世界不断的学习，有了新的知识就更有力量了。你能去教别人，在教导别人的过程中，你会明白更多事情，也知道以前当新人时的感受。对于你的教学内容，你也能记忆更加深刻。克服困难这章，大天使耶利米尔他说，现在最困难的已在你的身后，你克服了之前的任何挑战。大天使希望你了解，最快能难的时机已经过去了，你要转向好运咯。但是你要像牌卡的大天使一样，要往前飞行，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原地，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远离小人和远离坏运哦。那再来是靛蓝色小孩与水晶小孩这张牌。大天使麦达常来告诉你，你与小孩们有密切的连结，特别是你能帮助那些敏感的小孩。那这牌卡中小孩呢，它除了指婴幼儿或者是儿童，也就是你家是真的有小孩的，但是呢，除此之外，它也代表着大人们内心世界那最纯真的想法。靛蓝色就是脉轮中的靛蓝色，它就是指这类的人是拥有智慧的，它是脉轮中的第6轮眉心轮。这样的人直觉力比较强，也很聪明。而牌卡中说的水晶小孩，则是指内心纯净的孩子，或是大人干净纯净的内心。这些人呢，除了直觉很敏锐，还善于察言观色。少数人甚至懂别人内心在想什么，就像漫画《Spy x Family》间谍家家酒的小女孩安妮亚，她是拥有读心术的人哦。但是这是漫画里面的人物，实际上不是每一个水晶小孩都是如此。那抽到这个牌卡的朋友非常特别。你的周遭，或者是你将来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小孩，或者是遇到有这样特质的人，他们不见得善于社交，对很多事情都很敏感。大天使希望你能帮助这些人，在你帮助他们的过程中，会拓展你更多视野，你也会学到很多事情，或者是帮助你对于你要继续或离开这个问题，会得到明确的答案。再来这张关系和谐的牌，大天使拉圭尔告诉你，天使们正在打开涉及在其中每一个人的心，争吵与冲突正在化解当中。那这组朋友，你在旧环境或是在你想要转换环境的期间，曾经或者是现在发生了不少次的争吵与冲突，大天使告诉你哦，问题会渐渐的解决，不要太担心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如果你选择离开目前的工作公司或工作环境，3个月内的情况会如何呢？你抽到了宝剑2的正位，权杖1的正位，还有权杖3的正位。那这组朋友要你离开目前的情况，对你而言真的太困难了，因为你本来就是容易安于现况的人。如果要你走出以往的舒适圈，刚开始真的会让你很不安，也会让你很纠结。但是既然你曾经考虑要离开，也来看我的影片了，表示你内心一定知道旧的公司、销售方式、部门或者是职位有哪里不好，只是面对新环境和方式，你没有办法轻轻松松的去尝试，你会想太多。如果你本身是老板，又太过保守了，不管别人给你什么建议，一时之间都很难接受。你的内心会在天平的两边左右摇摆，挣扎一阵子之后，才会慢慢的接受这个情况，并且做出决定。如果你是求职的人，你会了解之前设定的条件，
好像能够符合各公司的期待，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部分呢，还是需要修正的。那些修正的部分呢，会让你去想要降低标准，或者是转换城市，或者是国家求职，或者考虑其他种类的公司，你才能得到更好的待遇。那你的内心也是经过一阵天人交战，非常不安，也是思考很久才下定决心。如果你是上班族，你也知道目前的环境小人太多，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主管也不是对你很好，你会有想要离开的念头。那你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思考到你下定决心，这中间也是需要时间，最后你还是会下定决心的。那这组朋友呢，你如果本身是老板、高阶主管，你会想要创新，会有想出一些好主意，摒弃旧的思考模式，并且对新事物充满干劲，也会组织成很好的新团队，或者是创建新公司。如果你是转职到新公司的人，你也会对新公司充满热情，去迎接新挑战，积极进取。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上班族，能去新部门或是新单位，会让你充满学习的动力，还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并且有一些新的机会降临，让你充满着斗志。那这组朋友呢，你如果是老板，这个新公司或者是新营业项目会接到新的订单，获得融资的机会，或是扩大你的事业版图。虽然3个月内还不会那么快就满满的都是订单，但是至少你有机会和有这个契机了。3个月后呢，你会收到期待的订单合约通知，或者是得到关于事业的好消息哟。那往下一个阶段迈进，那你如果是求职的人，有机会会得到新的好工作，收到你之前期待的公司录取通知，让你非常开心。如果你是上班族，换到新的工作岗位，或是加入新的团队，这3个月会让你觉得人生有希望了。因为你提供的活动计划、工作项目会得到上司、主管的认可，签订的契约也有好成绩，未来是可以期待的哦。最后来看你对于想要离开现有环境，大天使给你什么建议呢？你抽到走出户外，大天使约菲尔告诉你走出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与大自然连结，释放压力，获得全新的创意。这组朋友不要太常宅在家里，还是要去外面散步运动，人才会更健康哦。那另外这组朋友，你的工作有新的环境，会需要你去外面跑腿、开会或是办活动，或是在其他部门跑来跑去。在你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新启发，因此有新的点子。领导力，大天使加百利告诉你，是承担起你领导力量与地位的时候，充满爱的去引导其他人。这组朋友除了自己是老板或高阶主管职的人，有的上班族有机会得到晋升的机会，成为小主管，可以带领人。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去领导别人，千万不要害怕或抗拒这个机会，要相信自己，你会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哦。但是领导的时候，也请你有耐心，拿着爱去领导别人，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或是把你的情绪带进工作中，你的下属才会喜欢你的领导。那这第一组的朋友呢，你的工作选择在这3个月内看起来换环境或公司还不错。那我们今天的解牌内容在这里就是给你参考而已，大家还是要针对各自的情况去做评估，还有你的现实条件去思考哦。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呢，会针对爱情的部分，是要继续或是离开来做讨论。
那欢迎下次继续收看哦。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喜欢的话请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嗨，第二组的朋友，你的指引卡抽到1号 Higher Consciousness 高我意识。在解释牌之前呢，我们先来看这张神谕卡的画面。一位女性站在画面的中央，泰然自若地张开双手。画面中的女性和你抽到的幸运猫咪摆饰，双手也是向上伸展，非常刚好哦。那我们再回来看牌卡，这位女性的头上呢，还是有其他的星球，头顶呢在发光，去感知这神秘的未知世界。这张牌呢，和一般传统塔罗的女祭司牌很像。那你会抽到这组牌，表示你本身的灵性能力很强哦。那这组朋友，平常的你天生比较会感应到一些事情，听到或看到一些影像或者是声音，你会感觉到危险，自然而然就避开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但是某些人事物啊，你就是会觉得它怪怪的，你知道应该要远离，或是你知道什么是你要去选择的。不管大家说什么，你有时候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那是你和你的高我意识有所连结。那我们说白话一点啊，也就是你的第六感给你适当的反应。那个反应呢，它是一种反射的动作，例如你就是莫名的会抗拒去走这条路，或者是你很自然而然的就想要往旁边的路去前行。那或是别人呢，虽然嘴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你就是能感觉到那个气场，感觉到那个人不开心了。听起来好像很玄，但是其实你平常就能自然而然的做到这些事情。这种天赋啊，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松学会的。有的人呢，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学心理学、神秘学，才能渐渐的开发那种能力。但是你天生就会，虽然你不懂那些理论，只要你学习如何运用，或者是去了解其中的原因，你就能更好的运用在生活中。那我们现在来看塔罗牌，来看看工作的情况如何。看完你的现况，再来看之后，如果你继续在目前的公司、工作岗位或是部门，那未来3个月内的情况会如何？再来是看你离开目前的岗位、公司、部门，那未来3个月情况又会如何呢？在解释牌卡之前啊，我要先介绍一下这组白猫塔罗牌。我是买迷你版的，它真的很小很可爱哦。每一张呢，牌卡里面呢，本来都是人物的，现在都是由可爱的猫咪所取代。虽然它的牌卡很迷你，但是呢，牌卡那些细节它都没有马虎哦。好，那现在啊，我们就来看看塔罗牌的内容。你的工作现况是抽到什么呢？你的现况是抽到权杖六的正位和钱币10的正位。这组朋友，你这张牌是很正面的牌哦。为了因应不同的情况啊，我就分别来解释。如果你是创业的人或是老板，目前的公司或是商店呢，刚好会得到很好的消息。有的呢会得到大订单，有的是刚卖出许多货物，有的呢是得到不少人给你的好评价，那有的呢是最近你评比去得到好成绩。不管是哪一种身份或者是职位、职业内容，都是好事。那如果呢你是想要求职的人呢，有些人会刚得到录取通知，或是得到想要的工作相关资讯。如果你很喜欢，就去接受吧。
不要改变自己的预设条件。但是接受前呢，最好再去询问一下亲朋好友的意见，给你更多的帮助哦。那如果呢，你是上班族，你在现在的公司或部门或团队都会有很好的表现，很多人给你很正面的评价，或者是给你很高的绩效评比，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的。那钱币十正位这个牌呢，这组朋友有些人是在家族企业或者是家人介绍的公司工作的，或者是你是传承家里留下来的事业，让它继续发扬光大。有的人则是在传统产业的工厂公司工作。那传统产业是什么呢？就是从以前就有的公司，以劳力密集或者是你是加工制造为主的产业。那我现在来分成不同的情况来解释这张牌。如果你是创业者或者是老板啊，有些人呢就是继承家业下来，传到你这一代呢，换你来当小老板了，或者是你有权当决策者，经营的有声有色，能在传统产业中开发出新创意，赚了一些钱。如果你是求职的人，有些人会想要在传统产业工作，有些人呢则喜欢家族企业工作，或者是透过亲朋好友介绍的公司去上班，赚的钱不一定很多，但是环境或者是员工都是让你有熟悉感的。如果你是上班族，会继续在一个安定的地方工作。有的人呢是在公部门当公务员，或者是在国营企业里上班，或者是大企业上班。虽然你是没有办法靠这个职业大富大贵，但是慢慢累积年资，薪水慢慢成长，也是有长期发展的。那这样看起来，这组朋友你的现况还蛮不错的耶。如果呢，你是想要转职或者是开创新事业，那问题应该就在于你对于目前这个工作环境总是一成不变，希望能够开发新事业、新客源，或者是新赚钱投资的项目，而想要试着改变。这个呢，和第一组的人啊，是因为他的现况不好，被迫要改变而有所不同。那我们之后呢，来看如果你选择继续留下，3个月内的情况会如何呢？你抽到宝剑9的逆位和权杖皇后的逆位。那这组朋友呢，这3个月内啊，如果你继续留在现在的职位、现在的公司或者是工作环境，不管你是创业者或上班族，要小心会犯下错误。那个错误呢，会让你觉得你的精神压力非常大，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也担心不已，甚至呢有做噩梦或者是半夜醒过来的情况，让你很懊悔。你是出于很好的出发点去做这件事的，但是啊，却得不到好结果。那请你不要太过自责，你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和大家的建议。只要你改过，也去面对和持续改善，自然就能逢凶化吉哦。那如果你本身是求职的人呢，面试的时候你要看清楚公司的求职条件，评估自己的能力，去面试的时候好好的回答。如果呢你遇到不会的问题，也请你不要瞎掰答案，这样才不会让面试官觉得你啊做人太不诚恳了。有的面试官啊会毫不留情的打脸你哦，让你觉得非常难堪。那下一张牌呢，这组朋友啊，如果你是创业者或者是当老板当主管的，你对自己有自信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你太过自信啊，有时候会带给别人困扰。很多人觉得你平常是很阳光、很有魅力、也很有能力的人，但是最近3个月呢，你对自己好像太过自信了，不容许别人给你意见，有时候还公私不分，把情绪带进工作，自认为讲些很有帮助的话，别人听了呢会误会你的目的，还会觉得啊你是否话中有话。
是否在攻击别人，这让你的下属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相处。如果你是求职的人呢，会对于目前的能力过度乐观评估，去找那种高于自己能力太多的职位和公司。但是与你一起参与面试的人，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你的失败机会很高哦。那如果你是上班族，你的上司可能会遇到看似很有交际手腕、很热情的主管，但是容易公私不分。有时候呢，他自认跟你很熟，会讲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让你觉得呢过度关心，或者是话中有话而让你不开心。那我们呢来看一下，如果你继续留在目前的环境，大天使呢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你抽到的是超觉知能力，还有安慰跟灵性的了解，还有神圣秩序的牌卡。那这组朋友呢，我在解释这些牌卡之前你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这4张神谕卡哦。其中2张就是在说你的灵性和觉知能力，和你的指引卡呢，还是互相印证的。所以选这组的朋友应该有的人也是对塔罗牌、灵性或是心灵咨商相关的行业吧。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解释一下各张牌。先来看看超觉知力。那大天使乌列尔在告诉你，注意来到你身旁的想法与点子，因为他们是你祈祷的回应。大天使希望你不管要不要继续或离开，都请你去注意你的灵性天赋。你本身就是可以透过特殊方式，例如抽塔罗牌、宗教力量、心理学、哲学相关研究理论，去找出自己想要的答案的人。只是你目前不太确定，或是你今天来看我的影片，只是觉得有趣，想要来看一看，测测自己的结果，当做一个参考。那不管你看影片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都是上天给你的暗示。否则那么多影片，你为什么会选到我的影片，并且呢选择这个选项呢？那下一张牌卡安慰。大天使艾瑟瑞尔在告诉你，在你需要的时刻，我与你同在，并且会帮助疗愈你的心。那大天使呢，是希望你了解，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职位和身份，如果你想要继续或者是离开，当你遇到困难跟低潮时，大天使会给你安慰。大天使会幻化成其他的形式，或者是其他的让你觉知的方式去给你安慰。例如透过你睡梦中，透过你亲戚朋友给你的安慰话语，或者是你难过时你看到的影片和书籍，都会让你内心去得到疗愈哦。那下一章灵性的了解。大天使拉吉尔在告诉你，我为你带来神秘学的讯息与象征，并协助你了解灵性的真相。那这组朋友呢，这些神谕卡其实呢是给光之工作者或者是灵性能力的人看的。当然，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的灵性天赋，你可以去找相关的影片或者是书籍，或是上相关课程，去发掘自己的天赋，你就能更了解大天使拉吉尔要传达给你这张牌的讯息是什么意思哦。那神圣秩序呢，就是大天使拉圭尔在告诉你，每件事都以他现在所需要的方式出现，看透幻象，见到背后的秩序。那这组朋友呢，不管你是否相信因果轮回，也不管你的工作或职务是什么，你遭遇很多事情，不要只是看这件事情带给你的辛苦和困难在哪里，你要去看你从这些困难中你得到了什么。那些遭遇的困难只是让你觉知灵性天赋，
或是让你了解你所遭遇的人事物的起因。那些事情都是上天默默安排好的。如果你今天明白那些事情带给你什么启发，那就是你得到的结果。上天帮你安排这件事情就非常值得了。那你就会明白那件困难的事情，它的表征是很虚幻的。一般人看似不好，你却得到很好的结果，这样听起来还是很抽象。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塞翁失马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啦。一般人就是看到那个老伯失去马，就跟他说这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后来谁知道那一匹马却带来更好的骏马。后来那个老伯的儿子呢，从马上摔下来了，腿也摔断了。别人觉得他的儿子真的超倒霉的，但是没想到他却因此躲过征兵的那些劫难。所以这组朋友呢，你要相信你所遭遇的事情，一切都是上天的神圣安排。你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而唉声叹气的哦。我抽完了之后发现这组朋友这抽到了好多张牌哦，总共有6张诶。从上面来开始说，就是圣杯6的逆位、权杖9的逆位、圣杯5的逆位，还有高塔牌正位、星星牌正位、圣杯7的正位。那我现在呢，就一张一张来解释。那圣杯6的逆位这张牌呢，这组朋友我可以感觉到你对于过往或是传统或家族方面的感情，但是既然你想要离开，就不要总是依循旧的方式，要改变的哦。不管你是要开创产业价值，当老板的人，或者是求职的人，或者是你想要换部门、换团队的上班族，都不要再依循过往的经验了，否则这3个月你会重蹈覆辙，去面临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挫折。因为呢，其实你早已经发现以前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还是继续守旧，不敢前进，就只是老酒换新瓶，这是没什么新意。这样呢，也不会有真正的改变的。那权杖9的逆位，一开始呢，你对于新事业、新公司和新职务，因为不得要领，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那你不要把得失心看得太重，只要你好好的准备呢，之后总是会有回报的。毕竟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哦。那圣杯5的逆位，这组朋友呢，你要开始新的公司、新的事物，在新的环境，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你一开始会对于投入的部分好像没有回报而失望，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不要一直都这么灰心，你之后会知道刚开始所做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失败为成功之母，继续的投入，继续的观察，并且去制定相关的计划。人生本来就不能一帆风顺的，你要先去努力，未来才有机会享受成功的。那再来是高塔牌的正位，在这3个月里面呢，你在新的公司、新的环境，会遭遇到令你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虽然不是抽到这牌的所有人都是遭遇很坏的事情，有的人呢是出乎意料的惊喜哦。那有的人则是令你措手不及的困难。如果你是创业的人呢，可能会遇到上游厂商恶性倒闭、支票跳票、天灾人祸，导致你的公司或商店必须暂时休息。那如果你是上班族，你的新公司或新部门那阵子会遭遇到一些难以处理的棘手事情，会暂时休业或者是裁员。当然不是每一个抽到这组牌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只是那些事情都是来得太突然，很难让人预防的。那有遇到的人呢，就会感到非常惊讶。那如果呢，你是找工作的人会在这段时间
遇到好不容易应征到了，对方呢一开始说要录取你，可是啊，那个公司突然临时休息了，或者是突然跟你说他又找到人了，让你措手不及，或者是你自己突然之间有了其他更想去的公司，会让你求职应征充满了变数。那接下来这星星牌的正位，这组朋友啊，如果你是遭遇到之前的那些坏事的话，在你受到震撼的打击之后呢，你还是要对于你的新工作、新公司、新事业、新部门、新的团队、新的计划，要持续有信心。有希望呢，你就会有自信，朝着这方面去努力，你会去看到那光明的未来。毕竟黑夜总会过去，离黎明不远了。好运和成功呢，将会在太阳升起之后渐渐的到来。那在圣杯7的正位这张牌呢，在这3个月里面啊，你有很多新想法。如果你是老板呢，你会有很多新的创意去销售。那如果你是上班族，你会想到很多新的企划案。如果是求职的人呢，你有太多想要应征的公司和工作，但是不管你是上述哪些情形啊，你都要量力而为。很多点子呢是很好的，但是啊，你要去实践，不是呢只是脑中一直去想，却没有执行，就当作是白日梦。这样呢，点子过一阵子却不执行啊，会过了它的保鲜期哦。也会丧失它之后实行的价值。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对于你想要离开现有环境，大天使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你抽到天使疗法，大天使拉斐尔告诉你，将你的担心与忧虑交给天使，并允许我们卸下你的重担。这组朋友呢，我先说明我不是偷懒只抽一张，而是天使啊，在我抽了那么多，他就是不出来，就只给你一张啊。那这个天使是在告诉你啊，如果你要选择离开呢，要去新的环境，大天使是非常支持你的。不管呢，你是在担心或害怕什么，或者是你之前遭遇高塔牌这里所说的那些突发的状况，你统统都告诉大天使拉斐尔，他会帮助你解决问题。不管你是用默默祈祷的方式，或者是写在你的心愿日记里，大天使都会慢慢的帮你解决。虽然不会马上有成效，但是你会看到未来的结果的。那第二组，你的工作选择啊，在这3个月里面，看起来好像新环境或者是新公司或产业的发展还不错，虽然是有起有落，但是你要懂得变通，要去实行，就会有一些不错的结果。那今天呢，这些解牌其实也只是给你做参考的，请大家要针对你自己各自的情况和现实的条件去做评估哦。那第二组的朋友，顺便广告一下，下一集的影片呢是针对爱情的部分，是要继续或是离开。那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看哦。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的话，请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嗨，第3组的朋友，你的指引卡抽到第17号牌 Growing 成长。在解释牌之前呢，先来看一下这个神谕卡的画面。画面中有3朵是盛开的玫瑰，那2朵呢是玫瑰花苞，左右两边还有蝴蝶、精灵。画面的最上方是神圣之光。那这组朋友呢，你是比较独立的人，从以前到现在啊，不管学业或是工作，你都会好好的去做，尽量不要让家人担心。也喜欢学习新的知识，
有的人甚至是做学术研究的人。那当你会选到这组呢，是上天要你知道，你所遭遇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只要你好好思考，你都能从中学习那些经验，并且把那些经验当作自己成长的养分，让自己继续茁壮开花。那这组朋友呢，之前有经历一些比较辛苦的事情，不要觉得自己很孤单，其实你身边是有神灵在帮助你的，就像牌卡画了2位蝴蝶精灵在默默的守护这些玫瑰花。蝴蝶也代表着你要重获新生了，毕竟人生谁没有哪些坎坷碰撞，有的那些并从中学习经验，才能让自己去更加成长茁壮哦。那我们现在来看塔罗牌，看工作的情况现况是如何。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如果你继续在目前的工作、公司或部门，未来3个月内的情形会如何呢？那再来是，如果你离开了目前的工作、公司或部门，未来3个月内的情形又会是如何？在解释牌卡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这组塔罗牌，是神奇奥义猫塔罗。我是买繁体中文版的，每一张牌卡呢，它是与传统塔罗牌的花色完全不一样的设计，但是它都有表现出每一张韦特塔罗的意境，而且呢，有的猫咪很可爱哦，那有的呢是有那种傲视一切的表情，非常的有趣。那有兴趣的人呢，可以自己去选购。我这里是没有在卖塔罗牌的哦，有兴趣的人要自己去寻找购买的管道。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你的工作情况是抽到哪些牌呢？你的现况是抽到海族9的正位跟恋人牌的正位，这个字有点小，我稍微拿高一点。好，抽到呢海族9正位这张牌这张就是传统塔罗牌的圣杯9。这组朋友呢，如果你是创业者呢，或者是你是老板，你多半都是独立创业，或者是自媒体，就是自己当 YouTuber 的人，自己行销自己或者是产品。虽然很累，但是你也是忙得很有成就感的。你呢很有才华，所以自己一个人创业呢也是有不错的收入。虽然收入不是说很稳定，那也是有一定的水准的。那如果呢你是求职的人，你会得到赏识你的公司或者是主管，因为你本身的自信和你的学经历、才华都是让人赏识的重点。如果你是上班族，你的绩效也很好，不一定要和人一起合作，光是自己的工作能力就足够让上司肯定你。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尽量去克服。这组朋友呢，不管你是什么职位或身份，也都有自己投资理财的方法，事业和财运都不错。而且，只要你有计划的好好的去实行，你做的这些梦呢，都会有梦想成真的一天哦。那接下来我们看恋人牌正位，这组朋友如果你本身是当老板的，你的交际手腕很好，很多顾客或者是客户呢，都是冲着你的个人魅力来的，和你一起做生意就是很愉快开心。有时候只是很自然的聊天，聊着聊着觉得你很有趣，觉得你很可靠，突然就和你签约了，或者是与你成为朋友之后，知道你的性格和做事风格，就很想要跟你一起合作。那如果你是求职者，只要你的条件不是差距那家公司期待太大，如果大部分的应征者表现和条件都和你差不多，面试官很自然就会喜欢你，想要选你入职。如果你是上班族呢，你和同事、团队、主管都相处融洽，签约和工作也都很顺利，
客户也很喜欢你。当然，这组朋友啊，也是有少部分呢是同事或你的主管，或者是下属，是你的恋人或者是伴侣。你们合作无间，是羡慕很多人的。工作上你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私下又是好伴侣。当然，这组朋友你的打扮、穿着和长相也是很不错的哦。那从刚才解牌量看起来啊，这组朋友的情况其实是蛮好的。如果想要转职或者是开创新事业，应该是想要离开舒适圈了，想要扩展事业和人生版图，希望去开发新事业、新客源，知道新的赚钱项目，而想要试着改变。那与第二组是有点像的，但是却和第一组因为现况不好被迫改变而不同。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呢，如果你选择继续留下，这3个月的情况会如何？你抽到地足8的正位，还有猫恶魔的逆位。那这张牌呢，其实它就是传统塔罗牌的钱币8。你看到卡牌中啊，有8只猫咪朝同一个方向整齐的往前走。这组朋友呢，不管你是老板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你如果留在现职啊，这3个月你会更加的努力工作，以创造更多财富。那差别是什么呢？如果你是老板啊，你会想办法带领你的团队继续往前进，去赚更多的钱。那如果你是上班族呢，你会追寻着你的上司或者主管，努力认真去打拼，去执行他们的计划，甚至啊还会不停的加班，是有更多收入的。那如果你是求职者，依照目前的条件去应征，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工作机会，让你很认真的去尝试，不断的去应征，而且之后呢，你会听取那些面试官的意见，去进修或者是去找老师补习。那如果你本身是艺术家，或者是从事艺术产业的，你的艺术作品或音乐、影视作品会获得行家的赏识哦。那猫恶魔的这张牌呢，这呢就是一般的恶魔牌。那这组朋友啊，这3个月啊，你会发现自己有一些坏习惯，你会想办法去改变。不管呢你是老板、上班族、求职者，你为了让自己的未来更好，会去改掉那些旧的不好的习惯以及旧的过去，让你的公司发展更好，你的绩效更好。求职者呢，也能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和面试机会。那我们呢，来看一下，如果呢你要继续留在目前的环境，那大天使要给你什么建议呢？你抽到的是敏感度这张牌。那这组朋友，我在解释牌卡之前要先说一下哦，不是我偷懒只抽1张，而是天使就真的只给你1张。可能是因为你是很有自觉也很独立自主的人，天使没有给你很多建议，觉得这张牌就已经足够了。那我们看一下这张牌的内容。大天使和尼尔告诉你，你现在啊对能量与情绪非常的敏感，要尊重你自己与你的感觉。大天使要告诉你呢，你最近啊如果容易心情不好，或者是起伏过大，不要试图去压抑。当你想哭就哭，想生气就生气，但是生气的时候啊，要小心不要波及到别人哦。如果你刻意的去压抑，反而会更难过，或是更生气。不管你要继续或者是离开这个工作环境，当你自己下决定了，发泄情绪之后，你就会渐渐知道答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啊，如果你选择离开，这3个月内的情况呢，会是如何呢？你抽到了4张牌，各是天竺9的逆位、死亡的正位，还有火族1的正位，还有优雅牌正位。那天竺9逆位这张牌呢，就是传统塔罗的宝剑9。
这组朋友啊，你这3个月里面，如果你离开现职，不管你是创业者或者是上班族，开创新的公司或者是新事业，或去新的环境工作，你要小心会犯下错误。那个错误会让你觉得啊很难过，再加上听到别人对你讲话讲得很难听的那些流言蜚语，会给你精神压力，让你压力大到晚上睡觉也担心不已，甚至会做噩梦，或者是半夜惊醒，或是很懊悔。你是出于好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却得不到好的结果，请你不要太过自责，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和试着去接受对你有用的建议。只要你改过了，也去面对和改善，自然就能逢凶化吉。那如果你是求职的人呢，去新公司面试的时候呢，你要看清楚求职的条件，去评估自己的能力。面试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回答。如果不知道答案，就不要乱掰答案，这样才不会让面试官觉得你做人不诚恳，或者是会让面试官去打脸你，会让你觉得很丢脸，或者是很难堪哦。那下一张死亡牌的正位，这就是传统塔罗牌中的死神牌。那这组朋友你不要看到这个死亡你就非常的害怕。其实这张牌就是表示你要重生了。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你的指引牌 Growing 这张，它旁边呢有2位蝴蝶仙子。那这个蝴蝶仙子呢，所代表的就是重生的意思。那这张牌其实它就是在鼓励你这3个月要离开旧环境，去新的环境重生了。如果你是老板呢，你可以结束掉旧公司，去开立新的，或者是开发新的事业、新的活动。毕竟世代交替，有一些事情本来就不符合现况，去创新就会有新的气象，也可以符合未来的发展。如果你是上班族呢，跳槽对你也不错。这不代表你以前做的不好，而是这个新的环境、新的单位更好、更适合你，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新的地方是更需要你的。你不要把死神牌看得那么的恐怖哦。那火烛一的正位这张呢，就是传统塔罗牌的权杖1。这组朋友，你如果是老板、高阶主管，会想出创新的好主意，对新事物充满着干劲，也会组织很好的新团队，创建新的公司。如果你是要转职到新公司的人呢，你也会对新公司充满着热情，去迎接新挑战，积极进取。如果你只是一般上班族，能去新部门或者是新单位，你会充满着学习的动力，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机会和挑战来临，让你充满着斗志和热情。团队呢也会有不错的发展哦。那这张优雅牌它呢就是传统塔罗牌的节制牌。这组朋友在新的环境其实是很适合你的。如果你是老板，你的新公司或新事业，在你懂得与大家意见交流，让大家可以随意表达意见，自由提出想法和创意，这样好的方式去带领之下呢，你的公司会发展得更好、更茁壮。如果你是上班族，新的部门或者是单位有你值得讨论和商量工作的对象，你的意见呢也能自由表达，事情完成得更有效率。主管呢也能协调大家的意见。如果是求职者，新的公司会让你发挥所长的感觉，也愿意让你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不会去打压你。就算当初不是你的首选公司，也会让你有想要继续待下去的打算。那最后呢，我们要来看大天使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你抽到的是温柔和转换职业这2张。那
温柔牌这张呢，是大天使圣德芬，他告诉你，在此时要非常温柔的对待自己，让自己围绕在温柔的人、情况与环境之中。这组朋友，这阵子你的情绪不太稳定，可能是为了要不要离开旧公司或者是工作环境，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你，让你内心充满着压力。这个时候你更是要善待自己，不要强迫自己去停止哭泣，或者是生气，或者是自己去胡思乱想。人越是压抑呢，情绪越是反弹哦。大天使希望你去找一些会让你感到幸福或快乐，或者是个性比较温柔的人，他们能帮助你心情去平复，或者是会让你想一些让你愉悦的事情。那想象大天使会给你安慰跟保护，这样你就会觉得好多了。那继续来看另外一张牌，转换职业。大天使夏米尔的告诉你，你的人生目的正启动一个受到祝福的工作转变。那这张牌呢，我就算不解释，其实光是看字面上的字，你也应该懂的意思了。如果你是要选择转职或者是开创新事业，你的未来呢是受到大天使的祝福的。所以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真的要离开现在的环境，就去吧。大天使是会默默的帮助你的，不要太过担心。那这样看来呢，第三组你的工作选择是要在旧的环境或是新的环境呢？在这3个月里面看起来新的环境或公司或产业发展还不错，但是你要拿出热情去面对新的环境哦。而且呢，连大天使都给你鼓励了，是希望你去新的环境。那我们今天的解牌内容是在这里给你做参考的，请大家还是要针对自己各自的情况去评估，还有现实的条件去做考量哦。那第3组的朋友，在这里广告一下，下一集的影片呢，我们是针对爱情的部分，到底需要继续还是要离开呢？下一个主题，欢迎大家继续去收看哦。那我们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喜欢的话请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